刚您过去就是曾经在这个说过蔡总统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您当时是比较不以为然，因为你说这个说法没有办法团结社会，会变成一种同温层里面的文字游戏。那我比较好奇说，这个是不是您在2019年一度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看起来为了这个连任的问题兵戎相见的时候，当时您是选择支持赖清德那这个原因会是因为您对蔡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没有办法点头的原因吗？这个有问题，你这时间有一点落差。他讲中华民国台湾应当是2019年的事，而赖清德要参加总统初选，早了2年，所以这个时间是对不起来的。所以那您真正在这个好，那我应该倒带修正一下，就是那您选择支持赖清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他没有听到他这一句话，那一句话在他可能藏在蔡英文的心里，那我怎么会去动摇？你有这个心理，所以我现在先当然不是，我要修正一下这个说法，就是，所以我比较好奇是说，在蔡英文跟赖清德，您当时选择比较支持赖清德的主要原因会是什么？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的状况是这个整个国家在赖总统的治理之下，问题很大，所以从2016当选总统到2017不到2年时间那么他的声望从60几%一路掉到10几%，再掉下去，那还能够连任吗？大家都很紧张，那所以当时赖清德要选。有很多争论，那我看到他出来要选，我就揣测他的意思，然后呢，记者问我说他为什么选，我说，在我猜测，应当是这个赖清德个性很坚持，所以有很强的使命感，看到这个国家在在蔡总统带领之下，那落到他的支持度剩下10几%，这个不行。那所以为了解除这样的民进党会丧失政权的这个处境，所以必然要参加初选，是出于使命感。那这个蔡英文是在2019，也就是说他是正式连任之前提出这个中华民国台湾。那所以那时候的社会氛围，有一些人觉得说，他是不是逐渐往中间靠得比较近一点？看起来他后面的第2任任期也是延续的这个路线。但老师，你会觉得这个赖总统的祖国论，某种程度跟蔡英文画的那一条1949年之后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条线，跟他把它剪断，然后跟他这个主张第2届的主张分道扬镳吗？我是觉得，我还是回到这个我认为的赖清德的初衷就以荒谬治荒谬。那既然以荒谬治荒谬，就跟他是不是跟蔡英文的这个论点有什么关联？那但是您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说最好不要再讲。那你觉得他以后还会站在这个祖国论继续论述吗？那这个如果继续的话，对他未来的最大风险是什么？现在也没有看到他讲了嘛，因为这个他就会落入这个传统的中国历史正统主义的这窠臼了。你这个美国人绝不会讲到我的祖国是什么，所以这样怎么说乱七八糟，那个没有，所以你会从这个是显然是在台湾多数的民众。都是在传统的中国，以及继承传统中国的历史正统思想的这个熏陶教育之下，那么才会有什么这个历史主义这样的领土论。那我是觉得应当加以破除，不要跳进去里面的泥沼。但如果谈到这个邦交的话，可能就还是要从一些历史脉络上去看蔡总统任内8年，我们总共断交10个国家。那在去年这个洪都拉斯断交的时候，外交部曾经讲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去想想双重承认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大概就是被归类在实质外交的策略那会让人回想到说，李登辉前总统的时候，他任内的务实外交的这条路。不过，
我去翻了一下那时候的报道，您那时候并不乐观看待这个说法。您那时候是讲说，希望外交部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因为只要2758决议不可能翻案，就没有这一天了。那我要请教老师的是，如果您认为2758没办法翻案哦，那是中国的悍然拒绝、悍然否定比较是大的原因，还是说现在这个一个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共识比较大？哪一个原因是比较大的主因？在我看来，两个都是关键的。两个都是关键。实际上，这个双重承认本来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在联合国也曾经出现过，非常荒谬的三重承认。三重承认就是说，这个这个苏联啊，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有俄罗斯，有乌克兰，有白俄罗斯，他们明明是这个苏联统治之下的，虽然叫做共和国，但是它实际上是苏联统治之下，就像现在的这克里米尼亚，俄罗斯也说你叫共和国，但是是我统治的共和国，所以当时的乌克兰跟白俄罗斯，就是现在的克里米亚一样，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统治之下，名字叫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说到这一点有趣，那个国民党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啊，是如何。那如果去看一看中共怎么样看中华民国，很有趣。就是在大概1990几年的时候，中共发表了一个对台政策白皮书，里面有一段话，就中华民国已经被灭亡了，那现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底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好，中华民国如果还存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这是他们的白皮书写的。而这个白皮书你看看回去，再对照一下我刚才讲的，苏联底下有白俄罗斯、有乌克兰都加入联合国，那现在俄罗斯底下有个克里米亚，但是不能加入联合国，但是也是克里米亚共和国一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是一个荒谬，但曾经存在过。那它纵使是一个荒谬的存在，那其实也不可能，因为蒋介石不可能接受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的一个地方政府，然后这个名义就像白俄罗斯一样加入联合国，他是不可能接受。那但是当时美国也安排双重承认。那个双重承认是跟白俄罗斯不一样的，就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重承认是两个，其实都是俄罗斯的地方政府。但是当时美国还有在台湾的一些友邦支持蒋介石说，你就是双重承认，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都是联合国会员国这样的一个双重承认。美国很努力推。就被这个蒋介石把它搞掉了，这是很悲惨。那个是唯一的机会，那个机会一旦失败的时候，那么就是联合国通过2758决议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赵老师讲很多事情它是有时效的，那个点一旦错过，但是现在民进党又要再提说要这个2758不适合台湾的案，您认为有？大条件没有变，因为中共显然还是会继续拒绝嘛。你觉得，但是2024年的现在有可能在中共还是继续否认拒绝的情况之下闯关成功，然后让台澎金马回到联合国吗？还是说在这个前提不变的状况之下，台独啊、双重承认都不可能发生？台独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台湾有一个主权独立，法理对内的主权、对内的法理主权都已经成功了，他欠的一块国际承认是，
啊，但是国际不承认会怎么样呢？国际不承认，我们的自我统治不会消失啊。这个美国也不承认，英国也不承认，所以你这个台湾政府不合法政府，既然不合法政府，那么我美国人要到你这个台湾去观光，对不起，你说你要签证，你没有权利，是这样吗？他当然要承认啊，承认我们的签证权啊，所以他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合国际法的一个国家，不会让我们这个对内统治的法理主权变成不合法。美国也被迫要承认，所以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就把现在国际上以台湾未定论处理台湾问题，那么最典型的表现，应当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里面说，美国过去跟各国是为了处理各国关系的法律还有条约，也都适用于台湾。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把我们当一个国家吗？但是有关政府承认、国际承认的法律跟条约都不适用于台湾，就是他们很清楚，你事实独立，这个我没有办法否认，但是要给你一个合国际法的承认，我们做不到。这两个又承认又不承认，加起来什么未定论？